在视频开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小米数字系列标准版从发布到现在比较经典的是哪几款？可以走一波弹幕。可能现在弹幕里飘过的机型呢是各不相同，但是小米6和小米13应该是榜上有名毕竟买新不买旧，除非小米6；买双不买单，除非小米13。这两句鸡圈的顺口溜不是白喊的。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滑点仔细看小米发布的正统数字系列，理论上去年的小米13其实就是小米12。因为6到8之间呢跳了一代，而今年的小米14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14。13热销，估计呢之前很多人没有想到要说配置它真的不算强，但如果把这个机子的整体使用体验放在小尺寸直屏这个赛道上去看，确实呢没啥直接对手。即便是有，往往呢也是价格贵一大截的同时，产品力也不见得更强。尝到甜头后的小米呢，今年自然也不例外。小米14呢依然是6.36英寸直屏，超窄边框设计，对比 iPhone 15，屏幕更大的同时，机身宽度几乎一样。这也符合大家理想中的小屏形态，那就是机身宽度不变的情况下，塞入更大尺寸的屏幕。那么小米13和小米14，大家觉得整个后盖造型设计哪个更加协调好看些呢？可以走一波弹幕。从大米个人角度来说今年14呢确实是不如13来的简约清爽。相机模组双层台阶设计，又大又凸。巴黎士丁纹理呢，一般来说放在圆形相机 Deco 上会比较合适，而且呢要做的相对细一些，才会看起来更加精致。放在小米14这种方形台阶上，总感觉和精致好看呢是没啥直接关系，尤其是这个亮色版本，反倒是今年这个黑色，因为士丁纹理和其他部分颜色呢基本一致，看着呢会更加和谐些。另外14这个黑色磨砂玻璃后盖是真的不错，不划手也不沾指纹，多看之后反倒觉得14的黑色质感要好于今年的白色版本。今年白色版本的亮面铝合金，光泽质感上呢是比较接近于 iPhone 的电镀不锈钢的，缺点嘛就是随手一握，指纹基本是没跑了。即便你是用镜布去擦，也得是这样擦，要不然呢就是清理完一边，另外一边又是指纹了。所以裸机使用的话，建议用黑色带套使用的话，建议用白色。至于粉色嘛，看个人喜好了。今年这个绿色，我觉得是调的不太行。14 Pro 4边微曲，这个屏幕形态本身我是挺喜欢的，包括之前的 Mate 60 Pro， 弯弯微直的曲面部分可以提升侧滑手势的舒适度，而显示部分呢，基本就是平直状态，边缘呢没啥视觉色偏。但是，一上手这14 Pro 的手感真就是一言难尽了。垂直中框并没有和屏幕后盖顺滑衔接，中框部分呢会凸出来一部分，加上机身比14宽一截，日常握持呢就是比较割手，基本就只能靠带套来解决了。但是官方自带保护壳呢，边缘又高于屏幕，导致4边微曲感知不强，属于是两头都不讨好了。而且我们首发买到的这台，左边的视觉黑边呢明显大于右边。左侧的金属中框也是明显凸出来更多一些，属于是致敬魅族20了。换机回来之后，这台呢相对就正常许多，所以购买14 Pro 的用户需要注意一下这点。结合后盖材质、相机模组造型、握持手感这3点，我觉得今年14 Pro 相对于上代13 Pro IDE 设计上的倒退反而会更多些。不过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大米精选配件推出了小米14系列面条 AR 壳了。超薄 PP 材质，紧致贴合，有效缓解割手感的同时，也能够更好的体验微弧曲面的舒适度。面条纹理设计好看又好盘，24.6元2件包邮到家，希望大家会喜欢。另外，小米14的大弧钢化膜也在热销中，边缘大弧打磨，侧滑手势舒适，吃鸡王者都能够持久顺滑。骁龙8 Gen 3的性能能效以及小米14的日常性能调度、游戏表现，大家可以参考我们上期视频，已经做了全面详细的测试对比了。14 Pro 的日常性能调度基本上呢和小米14是一样的，这里我们就不多做展开了。游戏方面可能是2K 屏的关系14 Pro 整个游戏功耗呢会比标准版略高一些，王者荣耀高清120帧，平帧率呢是一条直线，14 Pro 整机光呢是 3.1 瓦，比14呢高 0.2 瓦左右。原神 720P 分辨率，平帧率呢都是 59.3帧，整机光呢一个是 5.3 瓦，一个呢是 5.6 瓦，机身发热呢倒是差不多，都在44度左右。高负载游戏崩坏星穹铁道、星海中枢跑图，14 Pro 呢平均是 58.4帧，整机光呢是 6.1 瓦，14呢则是平均 57.8帧，整机光呢是 5.7 瓦。降帧曲线上，14 Pro 呢会略微比14延后1分钟左右，游戏后面4分钟基本也会锁在55帧上限。总的来说两台机的游戏体验呢确实是非常接近。14 Pro 并没有因为更大的机身尺寸，在性能释放上明显强于小号的标准版。能够拉开差距的还是快充环节去年小米13的残血67瓦，实际充电速度上来说表现的是差点意思。
14升级到90瓦之后，15分钟快充电量来到了10.36瓦时。对于小尺寸机型来说这个充电体验应该是独一等了。当然 ，Pro 的120瓦呢依然会快不少，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14.05瓦时，完整充满耗时24分钟。续航方面，在我们的300尼特5G 双卡数据流量模型下，14 Pro 最终的亮屏续航成绩呢是6小时48分，基本上和小米14是保持在一个水平上的。得益于8进3中低频能效的进步，两台机子虽然说电池容量都没有达到5000毫安时级别，但实际续航表现基本是超过了很多5000毫安时加8进2的机型了。这呢也让我更期待接下来大电池8进3机型的续航表现到底如何了。要说今年小米14提升最大的地方是啥其实从整个 ID 外观上就能够看出来，那就是相机还是相机。主摄呢都是光影猎人900系列，差异部分是 Pro 的主摄有可变光圈设计，标准版呢是固定 f1.6 光圈。但有一说一如果你日常拍摄都是自动模式随手拍，那么这个可变光圈相对于标准版依然是感知不强。因为即便是光线充足的环境下，14 Pro 依然都是优先使用它的最大光圈 f1.42。随手拍静物呢，背景虚化会更好点，但是随手拍远景，画面呢相比14看起来也会更肉些。唯一的优势可能就是这代可变光圈采用的是多扇叶设计，晚上你手动调整一下光圈之后，路灯呢是可以拍出星芒的效果的。算法层面呢，14和14 Pro 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对比英寸大底的13 Ultra， 大多数场景下的表现其实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画质区别。在部分城市夜景里面，两台14的夜景灯箱高光还原甚至呢要比13 Ultra 还要更准一些。比如说这组大润发样张，13 Ultra 能够正常还原灯箱的红色，但并不是正红色。14和14 Pro 的颜色就更接近实际的颜色些。再比如说这组样张，奈雪的茶绿色灯箱还原上也是14和14 Pro 呢更强些。13 Ultra 英寸主摄相对的优势呢，还是在2倍数码裁切模式下，整个画面的纯净度细节是要略好于14和14 Pro 的。另外，可能是这一次14系列换了豪威传感器的关系，默认徕卡生动模式下，13 Ultra 部分场景的影调明暗对比呢会更加明显些。长焦的传感器两者呢都是 Gen 1，光圈呢是 f2.0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小米14标准版长焦呢是从 2.6 倍模式裁切到 3.2 倍的，而14 Pro 呢和13 Pro 一样，都是 2.9 倍模式裁切到 3.2 倍。所以说同样是 3.2 倍模式，或者说更高的5倍模式，解析力上14 Pro 呢相比14会更占优势一些。当然了，如果和纯5倍长焦的13 Ultra 相比，高倍率变焦下差距呢还是非常明显的。理论上，在拍摄界面上放一个原生变焦倍率，其实呢会更利于用户的拍照使用，因为可以完整利用整个传感器的面积。默认的 3.2 倍14和14 Pro 的表现呢都还不错，得益于 f2.0 大光圈，即便是光线不佳的暗光场景也可以正常调用长焦。当然，个别 HDR 场景识别上是不如13 Ultra 来得稳了。这组13 Ultra 的 3.2 倍启动自动 HDR，14和14 Pro 都没有识别开启，黄色灯箱部分呢都有些过曝。这颗长焦的极限画质解析力呢都不是强项但是在日常使用的趣味性、易用性方面呢是真的拉满了。因为浮动镜组设计，最近对焦距离呢可以达到10厘米，随手拍摄成片率呢是非常高的。比如说这组 3.2 倍的样张，距离拍摄物体呢是比较近的。13 Ultra 和 iPhone 15 Pro 呢都切回了主摄，两台14都可以正常调用长焦，色彩和细节表现呢都不错。至于超广角，两者的传感器呢依然是 Gen 1，但是14 Pro 呢是支持自动对焦的。考虑到这次长焦都是浮动镜组设计，可以轻松拍摄微距，超广角支不支持自动对焦，感知差异呢就很小了。而且实际画质来说，多数场景下14 Pro 和14的超广角也没啥明显区别。如果说去年13和13 Pro 的相机部分表现是75分和88分的差别，那么今年14和14 Pro 的差别可能就是85分和88分的差别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标准版的综合成像素质已经是挺够用了。甚至如果你拿14和华为的 Mate 60 Pro 或者说 iPhone 15 Pro 比一比，综合的成像稳定性、画质甚至都要更强。经过2年时间的沉淀，小米加徕卡的这个组合在影像拍照方面的进步确实挺大的。当然，这一次我们是简单测试了一波小米14的录像表现，在 4K 60帧视频录制过程中，依然是无法正常切换长焦和超广角，只能基于主摄的数码裁切来进行变焦。而如果是录制 HDR 视频，那么无论是 4K 还是 1080p， 最高都只能录制30帧。而 iPhone 15 Pro 3颗摄像头拍摄 4K 60帧视频时都可以自由切换，变焦过渡呢也是非常丝滑，并且3颗镜头都支持 4K 60帧杜比世界拍摄，所以说录像环节 iPhone 15 Pro 综合表现依然是明显领先的。尤其是对于经常用手机拍摄短视频的用户来说，在支持 USB 3.0 之后，确实有点生产力工具那味了。
随着国产 OLED 的屏幕素质的不断进步，今年14和14 Pro 也是全面切换到了国产 OLED。14的屏幕分辨率从13的 Full HD+ 提升了 1200P， 文字显示精细度是明显提升了一个台阶，实际 PPI 表现也要比常规的6.7英寸 1.5K 屏呢更好。14 Pro 依然是2K 级别的分辨率，全屏分值亮度数据上都不错，一个呢是1016尼特，一个呢是1031尼特。高低亮度差分别是54尼特和65尼特，亮度均匀性对比三星呢稍弱一些，但在国产屏里面表现的还不错。激发亮度设定上，小米14 20000 lux 呢可以激发到950尼特左右，50000 lux 就可以直接拉满。小米14 Pro 呢则是20000 lux 就已经是可以激发到最高亮度了。但是手动全屏最高亮度这一块依然是比较怂，两台机子默认情况下最高呢只能拉到500尼特左右，这点对比 Magic 5 Pro、Find X6 Pro 有较大差距。小米呢在设置中给到了一个开关选项，开启之后可以手动拉到700尼特加，但是这开关呢貌似和自动亮度是冲突的。如果说你开启的自动亮度，那么手动呢又只有500尼特左右了。其实我觉得在芯片能效完全 OK 的情况下，手动亮度的上限阈值完全可以更加开放些，手动拉到700尼特左右，还是能够明显改善下部分场景自动亮度不够看的问题。色准方面，生动模式平均色彩偏值呢是 3.3 到 3.6 左右。不过这两台机子默认的专业模式色温设定都在7000K 左右，并不是标准的 D65， 所以专业原色模式的数据呢，一个是 2.3， 一个是 2.0。这个设定难道是为了避免有些人觉得 D65 色温看起来有些偏黄？手动点击暖色温选项之后，色温呢就基本就是6500K 左右了。此时色准呢分别是 1.7 和 1.5。屏闪方面，14 Pro 默认到手就已经是最佳护眼状态了。80尼特以上呢是类 DC，80尼特以下呢是1920赫兹的高频 PW 调光，没啥毛病。小米14默认状态呢是80尼特以上是类 DC，80尼特以下是480赫兹的低频 PW 调光。显示选项中有防闪烁开关，开启之后就是全亮度类 DC 了。因为这次屏幕呢支持12比特色深，同样是手动开启类 DC 之后，对于灰阶色彩观感的影响要比小米13是小很多了。但是从护眼角度来说，小米14这个类 DC 调光选项对比13是倒退了。屏闪表现呢也不如14 Pro， 同样是120赫兹 TFT 刷新条纹，14无论是高亮度还是低亮度，黑条都要比小米13更粗，也就是说占空比呢会更低一些。当然，你要说这是不是类 DC 确实是类 DC， 但护眼角度来说是相对差一点的类 DC， 能不能接受就看你对于屏闪的敏感程度了。OK， 那么简单小结，虽然说小米14整机重量要比小米13呢重了大概4克左右，后盖颜值呢还倒退了些，但是综合的配置体验上来说，确实是全面得到了加强。整体显示素质更好的 1.5K 屏，马达虽然说还是0809，但是通过加厚设计，实际震感表现完全不输很多1010规格的机子，基本也是哒哒哒的效果，对比小米13上的那颗弱鸡0809是强了不少。还有呢就是更强的快充和续航，更好的扬声器音质，以及全面加强的拍照表现。而前代产品的优势在这代14上依然是得到了保留，比如说无线充电有红外，支持 IP68， 性能小钢炮依旧。可以说，除了短焦指纹这个槽点，以往小屏基建上的不足，基本上是被14这代产品给填得严严实实了。当然，换个角度来说，下一代除了短焦升级超声波指纹，留给小米15的升级点似乎是真的不太多了。如果说你刚好喜欢这个尺寸的机型，按照目前各家新旗舰的爆料消息来看，那么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小米14应该还是没啥竞争对手。产品力方面，我觉得是要超越同期的小米6的。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这句话广义上来说呢没啥问题，很正确。但所谓的正确选择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在你成功之后的马后炮。A 厂商选择了小屏基建没成功，大家可能会认为小屏基建对于安卓阵营来说是一个错误的赛道。B 厂商做了小屏基建，但是销量一般，大家呢也会进一步肯定上面那个观点。C 厂商选择了小屏基建，第一代没成功，但是没有放弃，第二代有点起色，到了第三代终于是爆了。这个时候呢，大家肯定会认为，小屏基建选择选对了所以说我觉得产品也好，公司也好，个人也好，选择和努力都是不可分割的。小米14在小尺寸直屏这个赛道上可以说是做对了选择，但更重要的是在持续努力的提升产品力。因为对于小屏旗舰来说1到2项做到85分，其实呢并不难，难的是大部分项目都做到85分的水平其实这点要比很多大屏机型难度更高。至于小米14 Pro 嘛，给我的感觉就是小米似乎没有完全想明白，在标准版和 Ultra 之间到底怎么切割出一个有竞争力的 Pro 出来。这台机子接下来要面对的竞争对手就太多了，想要入手的小伙伴，我觉得完全可以等一等看一看。而且从首销机型比例来说，14应该是遥遥领先14 Pro 的。
当然了，换个角度来说，随着各家中杯机型的配置越来越卷，规格上越来越接近原来的 Pro 机型。如果说 Ultra 的核心是影像堆料，那么 Pro 的堆料空间确实也是越来越小了。既然如此啊，我觉得以后 Pro 干脆直接和标准版一样走直屏线路啊，差异呢就是电视大一点，屏幕大一点，性能释放强一点啊，纯粹做这个大小屏区分。同时价格差异呢也可以再缩小一点啊，其他方面留给 Ultra 就好了。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小米14和14 Pro 的全部评测内容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个关注，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同时呢，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索更多优质科模。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